刘秋煌曾在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学习西餐厨艺。2010年回国，接手打理家里的酒店。做酒店生意需要严谨自律。刘秋煌每天上班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查。森哥，今晚幾多間房啊？10人20間房。哦。我哋老細好嚴格㗎，做到有啲唔啱就會鬧人㗎。一定要冚上蓋，要注意個食品安全。好。呢度個地面落班嘅時候一定要再搞乾淨啲。餐飲業有句行話，餐飲做得好，全靠手辦眼見功夫。細節決定成敗。在劉秋煌的親力親為下，餐廳的訂單越來越多。1周後同一天將有幾場共120席的宴會。劉秋煌和主廚玄陽森又忙到前跟不粘後腳。西溪筍乾是龍門當地人喜愛的特色食材，又香又甜又嫩滑，係喎，又金黃色透明，好香嘅。係啊，甜竹筍做嘅。龍門胡鬚雞因下巴上有胡鬚而聞名。左係黃嘅，腳係黃嘅，嗱毛係黃嘅，有鬚嘅，三黃色嘅啊。獨光村的慈菇正當季，劉秋煌慕名而至。好靚喎！應該屬嗰個嘢。誒，好飽滿，好睇着。係啊，要拍。上好的慈菇到手，劉秋煌寄養難耐，立即動手料理。中西合璧是劉秋煌想做的創新。我想根據西餐的做法，把意麵和慈菇融合在一起。牛奶包裹着慈菇片，味道濃郁香甜，好像雲朵一樣輕盈。醬燒慈菇是劉秋煌別出心裁的另一道菜。慈菇油炸成金黃色，用特製高湯煮透後勾芡收汁。外皮焦香，內裡鬆軟，隱隱滲出高湯的醇鮮。對於貪新不忘舊的老廣來說，慈菇新菜惹人愛，傳統老菜依舊受歡迎。尤其是被作為春節宴席壓軸的慈菇扣肉，過年過節必備。會吃的人第一筷子肯定去挑慈菇來吃，吸飽肉汁的慈菇才是這道菜的精華所在。吉日已至，一大早，廚房如戰場。劉秋煌和同事們一起加入備宴的戰鬥。讓我們一起見證他們走向幸福的未來。祝新郎新娘新年發財，丁財兩旺。放眼望去，人人開心吃喝。對於劉秋煌來說，這就是給他的最高獎賞。今天我哋送交頭餅，外香肉嫩吧，好靚嘅吧。啲馬邊呢係米粉皮嚟嘅，糖滑香。春沙鹽豬雜湯，暖胃養胃。陽春是廣東的美食寶庫，特色美食遠近聞名，這得益於獨特的地理及氣候條件。陽春境內多中低山地和丘陵，最出名的便是雞籠頂。呢度咧係我哋雞籠頂最出名嘅高山杜鵑林。到咗春天嘅時候咧，呢度咧就會滿山遍野嘅杜鵑花，係好靚嘅。劉百臣，雙教鎮黃江村人。2020年辭去工作回到家鄉，雞籠頂便是召喚他回家的原因之一。雞籠頂係我哋陽春最高嘅山峰，山頂上邊咧全部都係草甸，
喺山谷下邊咧就係一片森林。基隆顶一山跨3市，山中12道山棱，犹如奔腾的骏马，气势宏伟壮阔。山腳下咧就係我老家黃江村，嗰度咧最出名嘅就係沙姜。沙姜也叫山奈，是岭南地区最受欢迎的调味料之一。在湛江，沙姜是白切鸡的点睛之笔；在顺德，沙姜焗排骨香飘10里。沙姜是刘百臣辞工回家的另一个情节。早春时节，多雨潮湿，沙姜的芽苞似玉石一样润泽，这也告诉刘百臣该为春种做准备了。这有芽的，就是可以做一块的姜种。4月，趁着雨后天晴，就必须抓紧播种。每年清明前后的时候种沙姜嘛。我是不会种沙姜的，我是跟着我的长辈啊、阿姨他们一起学现炒现卖。虽然是种植沙姜的新手，但刘百臣对沙姜产业充满了信心。国家不是乡村振兴吗？也是想趁着这个发展的机遇，把这个沙姜这个产业啊，进一步的把它发展。呢啲就係沙姜嘅花，6到9月佢係不斷咁出嘅，即係代表佢嘅長勢好好。沙姜容易打理，產量也高，但要想豐收，就要小心病害。夏季暴風雨總是伴隨着電閃雷鳴不期而至，溫度及濕度驟變，沙姜也變得脆弱。一旦被細菌侵入，感染沙姜瘟，將會導致沙姜大面積死亡。呢啲就係得咗沙姜瘟嘅沙姜，全部死晒㗎啦。佢得咗姜瘟呢啲姜咧，佢會溶嘅，聞起嚟係好臭嘅。傳統種植方法是清除雜草，讓沙姜曬足太陽。當高溫暴雨時，就可能出現沙姜瘟。不過，劉百臣種植沙姜採用的是另一種方法。呢一片咧就係我嘅沙姜地，好多人咧都笑我話我係種草，唔係種姜。我只不過係希望佢安靜咁去生長，唔被打攪。沙姜與草共生，雜草提供遮風擋雨、防直曬等服務，沙姜在庇護下茁壯成長。一芽種下，百芽生起。1月初，沙姜在吸收了近9個月的天地精華之後，成熟了。整個雙教鎮空氣中似乎都滿溢着沙姜的香腥味兒。盡量往深入啲挖，保持佢嘅完整性。我屋企咧種咗大概60幾畝，可能有18萬斤咁左右啦。大陳，施教授你好。你好，收姜啊？係啊。佘小曼是省農科院植保所專門負責蔬菜病害防治的教授，研究沙姜已有10多年。又大，圓碌碌，而且黑黃色啦，代表話佢係成熟噶啦。呢啲咪好姜啦。新鮮沙姜外皮褐色，略帶光澤。由於澱粉含量高，很容易斷裂。再加上較高的含水量，不能長期保存。把沙姜切片曬乾，方便儲存運輸，是傳統工藝。如今全自動生產線大大提高了乾製沙姜的效率。呢個姜刀切完之後咧，就擠入呢個烘爐裏邊，6個鐘就可以出姜乾啦。每日嘅產出係80噸。
烘干的沙姜片干净衛生，品質上乘。乾度已經達到96%㗎啦，只要做香料啊、中藥材同埋調味料，全國各地都好受歡迎嘅。沙姜的辛辣味儿不仅能去腥，还有提鲜增香的作用。于是，沙姜经常被用来作为食材和配料。沙姜和肉类是最佳搭配。当地的土猪肉，飞水之后切大块，与沙姜等入锅翻炒上色，焖煮10分钟，香气四溢。沙姜与猪手也是制造绝味的秘密。猪手焯水洗净，煲足40分钟。拍碎的沙姜油煎，倒入煮熟的猪手，猛火翻炒，调味起锅。此时猪手软烂，沙姜香气浸润猪肉和汤汁，饱含老广过肥年的期盼。嗰個沙姜之餅不黑不豔。跨年夜，親朋圍坐而飲，是對自己辛勞整年的犒賞，也是對來年的展望。冬夜也因為沙姜變得妖嬈動人，似乎已不那麼冷了。飲咗氣氛就嚟啦。Hello， 老板，斑马香猪啊，又香又脆啊！慢火炭烤的巴马香猪，香脆嫩滑，是游客打卡必吃的美食之一。和其他小城一样，在熙熙攘攘的游人喧闹之外，巴马有属于自己的味觉记忆和隐藏菜单。这个螺肉呢是绿色的，所以我们这里当地人就叫它绿螺。煮好的绿螺粥香滑适口，粥水绵滑，螺肉脆爽。绿螺就是巴马盘阳河中的特产。巴马出名源自长寿之乡的美誉。一条盘阳河由北向南，再折转往东，贯穿整个县域。贾传镇是打开巴马本地味觉的一把钥匙。苏丽妮原在镇上文化站工作，退休后专心经营自家小饭店。夏秋旅游旺季是她最忙的时候。我家四海饭店一直开了30年。香煎鱿鱼、八戒肚鸡，我们就是他个人喜欢的，就按他的做，我们不太喜欢这样子。卢先生，有客人买单。好。苏丽妮的家庭饭店见证了巴马的旅游发展史。儿子卢金松曾经是在北上广努力打拼的码农，2010年被父母召唤回家帮忙。我们这里的食材好，只需要简单烹饪就可以了。绿螺啊、鱿鱼都是我们这里的特产。口比很香很香的。每年11月到来年6月，盘阳河水清澈见底，最深处水不过膝，是本地人下河采螺的好季节。我们巴马山美水美，早上睁开眼睛就是看到美景，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那么美好。这个螺它可能是吃了石头上面的苔藓，它的肉质是青绿色的。绿螺只能生长在无污染的流水中。大的绿螺长齿也轻，也更好吃。现在人吃的越多，个头的越小啊。清水中放3-5片姜，下少许盐，水滚之后倒入绿螺，煮10分钟即可。待绿螺凉透，就可以取出螺肉。好漂亮。小时候我就喜欢把这绿螺当零食吃，很甜啊。绿螺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，辣椒、蒜末、葱段爆香，放入绿螺翻炒，
再是自制的酸笋和玉米粒出场，适当调味后加入紫苏叶，增香去腥，炒匀起锅。绿萝的绿色煮熟之后并不会流失，绿萝肉质鲜嫩，清甜爽脆，配上酸笋和紫苏叶，酸辣辛香的感觉沁满整个口腔。巴马鱿鱼是盘阳河里的另一种特有物产。巴马的山以石灰岩为主，山体中遍布溶洞，地下河与暗湖，才有了盘阳河的五进五出。巴马鱿鱼就仅存在百魔洞开始10公里的河道内。5点钟放网，7点钟收网，有时候得1斤这样，有时候得半斤这样，有时候得3、4条这样。巴马鱿鱼被称为水下人参，对水质要求很高，至今不能人工饲养，能不能异常美味，取决于天气和运气。下雨天它就出来了，白天太阳出来的不出来了。大的鱼没有？今早上都有鱼不？都有鱼留给我。哦，我说不卖。好的。这就是盘阳河鱿鱼，最大也是这么大。新鲜鱿鱼只需要简单处理，开个小口，然后把那个胆和肠子拿出来。小火慢煎是料理鱿鱼的质朴手法，秘密在鱼本身。为什么找鱿鱼啊？它本身自己有油，煎出来的油很香啊。鱼肉脂肪在高温下慢慢释放，香气随之氤氲而起。1家煎鱼10家香，本地人用这句名谚来形容味道的冲击力。就这个熟了。煎好的鱿鱼必须要趁热享受，鱼油流淌在唇齿之间，但毫不肥腻，鳞皮松脆，肉嫩甘美，鱼骨细如发丝，可以直接嚼碎吞下。绿萝和鱿鱼是巴马的传统食物，不安分的卢金松想搞搞新意思。全县城的酒楼饭店基本上都是这种做法。我和我妹在想是否创新些菜式出来。沸水1分钟就可以了。放一点胡椒粉、食盐、花生油、蒜米、生辣椒，凉拌碧螺。清甜螺肉搭配蒜米、薄荷，主打清凉、辛辣、脆爽的复合口感。鱿鱼与米粉搭配，让油脂与碳水融合，提升快乐的体验。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油炸的吃法，又香又脆，而且很鲜甜。将鱿鱼炸到通体金黄，然后大火爆香料头，用少量水做汤底，放入煎熟的鱿鱼，加入炒熟的黄豆，收汁起锅。黄豆硬韧，鱿鱼香嫩，就像威猛大汉携手温婉女子，相得益彰。干杯！晚上一家人聚齐，正是品尝美食的好机会。身体健康。山川碧绿，林海生津，岭南生态多样，物阜民丰。但靠山吃山，可能坐吃山空；靠水吃水，或许水枯鱼竭。这些爱绿护绿人的故事告诉我们：不负绿水青山，方得金山银山。